首先来关注中美关系。5月25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交流。美媒关注，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中部长级官员首次在美会晤，并认为这是美中关系能否回暖的首场考验。同一天，新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沟通。谢锋还发推回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希望双方共同为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做出应有贡献。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消息，25号，谢锋大使会见美国副国务卿纽兰。纽兰欢迎谢锋大使到任，表示美国务院将为谢大使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谢锋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前途命运，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当天，谢锋发推表示，已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鲁弗斯基福德递交了国书副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和美国同事一起工作。纽兰也发布推特表示，公开对话对于管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同一天，谢锋还发推回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我们对双方多轮坦诚的实质性的交流表示赞赏，让我们为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伯恩斯此前发布两人合照，并配文：“我与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的告别晚宴，这是我们在14个月内第23次会面。我们正在处理充满挑战的中美关系，我很期待与拥有新身份的他一起工作。”中美之间呢，可能呢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有效地消除所有的分歧。因此呢，中美关系如果说要面向未来，必须呢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来解决相关问题，必须呢以一种建设性的思维来处理中美之间相关的一系列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班子出现变动。综合彭博社等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4号，美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华自强宣布，他即将在6月23号卸任这一专职，不过会继续留在美国务院从事外交工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也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去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设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非正式名称为中国组，汇集来自美国务院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国务院称，启动中国组旨在确保美国政府能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为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人才、工具和资源。此前，华自强曾担任美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约2年时间，负责中国事务。在美媒看来，自兼任中国组负责人以来，华自强一直是拜登政府对华接触议程的支持者。但美政府消息人士披露，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分歧影响了中国组的运行，导致该小组士气低迷，人员空缺率高达40%。近日，该小组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要求离职。作为华自强的直属领导，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已于5月12号宣布将于6月底退休。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舍曼推动了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大部分做法。他曾鼓吹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有能力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021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与舍曼的会谈中，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有分析认为，华盛顿近期的人事调整说明，拜登政府内部在应该执行怎样的对华政策，以及如何协调平衡美国国内日趋多元化的对华声音等方面，面临新的难题和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也反映出美国一味强硬打压中国，试图把新冷战强加给中美关系的政策，正引发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更多争论。还有观察指，美相关人事变动可能和美国中期选举后政府进入新的阶段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的对华政策将出现重大变化。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体来说呢，就是既要也要，那就是呢，既要维持对中国的所谓竞争优势，又要呢在对华关系上能够呢维护美国的基本利益。可以说呢，这两方面的需求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这就给具体的这种对华政策的实施者其实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可以说呢，给他们设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务。因此，在他们看来，目前可能就是一个激流勇退的最佳时机。中美关系仍然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最新一次高层互动引发外界关注。根据中国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当地时间25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赴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观察指，这短短100多字的文字稿透露多重信息。对本次交流的评价，商务部用的措辞是坦诚、专业、建设性。坦诚是指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建设性说明双方在努力推进事情的进展。专业显然指的是会谈主题主要围绕经贸关系展开，有关中方重点关切的内容，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几乎涵盖了近期中美贸易关系的热点话题。深圳卫视注意到，对于此次会谈，美媒指出，这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中部长级官员首次在美会晤，也是今年2月气球事件发生以来，两国高级别官员为数不多的面对面接触之一。美媒称，4月以来，美方多位官员表达了希望与中方对话与沟通的意愿，特别是总统拜登在7国集团峰会后的记者会上预言，两国紧张关系很快会开始解冻。美媒认为，中美商务部长的此次会谈将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首场考验。而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此前证实，王文涛在美期间还将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会面。实际上，反对脱钩已成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据美国 CNBC 网站24号报道，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与中国脱钩对全球贸易将是灾难性的。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日前也在北京举行的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视频致辞时表示，健康平衡的美中关系符合双方利益。当前解决经贸政策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工商界稳定器作用，为建立必要的信任奠定基础，以解决未来可能面临的更大难题。即使仅仅靠这么一次商务部长的会谈，可能很难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所有分歧。但是呢，从这次会谈本身来看，美方呢还是意识到了中国在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当中这种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呢，中国在美国对外经贸格局当中这种地位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很显然，拜登政府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中美关系能否转暖，还面对很多挑战。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美国底特律会面，商定一项有关芯片合作的联合声明。报道透露，新的日美声明可能包括下一代半导体的发展路线图，以及两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方面的合作计划。报道专门提到，美国一直在争取盟友们的支持，在技术发展方面对抗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正是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此次与美商务部长雷蒙多提出中方重要关切内容。此前，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中国日报5月25号发表署名和平里的社论指出，美国任何可能的报复和制裁措施都有可能加剧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科技和贸易争端，给已恶化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也给脆弱不堪的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华盛顿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企图扼杀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发展，不仅于中国不利，也不利于美国，并且殃及世界其他国家。
当前呢，方对华的竞争呢，其中一个重点方向就是所谓技术竞争。说到底呢，就是美方希望永远保持自己在面对中国时候能够垄断技术优势，能够垄断技术霸权。而反映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呢，那就是对中国的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半导体领域相关企业的交流呢，设置种种行政障碍。中方目前对美国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推行所谓技术竞争，要坚决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中方相关企业的发展权。美方呢，如果继续在对华政策上说一套做一套，采取了两面手法呢，那么中美关系呢，它的反弹即使有可能出现，也一定会面临很大的波折。未来中美关系可能还会呈现出一种长期复杂的局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一事，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外界普遍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重要迹象。不过从实事求是角度来讲，我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不具备解冻的客观条件和外围环境，因为截至目前，拜登政府竟然还在不断的在高科技领域内加大对中国所谓的制裁，尤其是刚刚结束的由美日主导的七国集团峰会，还重点讨论了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两国之间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按照力学上的惯性，中美都应该会继续博弈下去，中美关系也应该会继续螺旋式恶化下去。然而事实情况却是，两国关系却逆势而行，出现了破冰的迹象。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美两国的执政者并没有听之任之，让两国关系继续自由落体，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意气用事，破罐子破摔，而是在沧海横流中果断地采取了力挽狂澜的措施，准备要逆转中美关系螺旋式下行的势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这一战略性抉择是理性和具有大局意识的，因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同时也事关整个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在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的情况下，即使中美关系搞坏很容易，搞好很难，但我们仍然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努力将中美关系经营好。同时，搞坏中美关系不是本事，勉为其难搞好中美关系才是真正的本事，才体现出了中美两国的责任与担当。美国国务院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主管华自强等官员纷纷因为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而离任。那对此您又如何看呢？其实，在对华政策上，或者说是在究竟要对中国一味的强硬，还是要软硬兼施上，不仅是白宫内部，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同时，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与德国跟美国与日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歧，才使得美日等对华强硬国家不得不向法德等对华相对温和的国家来做让步，并最终达成了在经济上不能全面对华脱钩，而仅仅是要化解风险的共识。这些都意味着中美经济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这种难舍难分的现象，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处理对华政策时，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进退维艰的现象。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内部在处理对华政策上的左右为难，以及西方国家决定不与中国经济全面脱钩，并不是因为他不想与不敢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不到了。做不到的原因，又是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美经济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早已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累积的成果与家底，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再也不能够排挤与切割中国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继续进一步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与更大程度的开放，才是中国化解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企图排挤、遏制与围堵中国的最好策略，甚至是唯一策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美国内部以及广义上的西方国家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分歧，对于中国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甚至不失为一个机遇。对此，我们不仅不应该沾沾自喜，反而应该以更加谦卑的心态推进改革开放，让中国更深地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连日来，韩国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沟通，韩国舆论也发出希望调整对华关系的呼声。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26号直言，当前中韩关系并不好，还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他呼吁两国交流需要双方相向而行，韩方应充分重视和尊重中方在台湾等问题方面的核心关切。实际上，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外交战略上一味迎合美国，在高科技，尤其是芯片领域，则受到美方的绑架。有观察指，如果韩国继续随美起舞，进一步失去中国市场，无疑将对其自身经济带来更大冲击。韩国外长朴振24号在国会表示，计划尽快与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秦刚会晤。此前，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庆浩也在出席国会一场会议时，重申政府对华不脱钩的既有立场。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则在参加韩国 YTN 电视台的节目时表示，已经正式准备同中国展开对话。连日来，除了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沟通外，韩国媒体也发出希望尽快调整对华关系的呼声。韩联社称，近期韩国政府与美国、日本举行了多次高层级交流，但中韩两国之间的高级别线下交流活动并不活跃。韩国亚洲经济称，在韩美日同盟进一步靠拢的节奏下，对于尹锡悦政府对华外交缺位的忧虑之声此起彼伏。不止在野党，近来在执政党内部也出现政府需积极拓展对华外交的呼声。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26号接受韩国 NBC 广播电台电话直播采访时，就中韩关系直言，中国始终高度重视韩国，重视中韩关系，一心想要发展好中韩关系。坦率地说，当前中韩关系并不好，还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邢海明强调，其中原因和责任不在中方，邻里也好，伙伴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各自彼此重大核心利益，这是中韩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针对韩国外长朴振、国家安保室一次长金泰孝近期多次表示希同中方举行对话，中方持何种态度的提问，邢海明表示，韩方应充分尊重和重视中方台湾问题等方面的核心关切。我们东亚国家普遍强调外交活动当中一种氛围。他说，这个氛围如果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下，整个双方之间的外交的这种沟通的频率是很难提上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所以目前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韩方今年以来的很多言行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与此同时，中美芯片之争让韩国陷入两难。美国政府23号发布消息称，韩国政府对美国商务部今年3月公开的《芯片与科学法》护栏条款提出了正式意见，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视规定中的实质性扩张和通用半导体等核心术语目前的定义。韩国媒体分析认为，这是要求放宽对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中国工厂的产能限制，将允许尖端半导体实际扩张的标准从原来的5%提高到10%。不过，在中国宣布美半导体制造公司美光未通过安全审查后，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就宣称，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近年来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因此也应该采取行动，阻止韩企填补美光的空缺。但韩民族新闻的社论称，美国政界人物陆谷的要求实际上是想将中美的半导体战争战火燃向韩国。如果韩国政府和企业在半导体问题上一味看美国眼色，那么韩国半导体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将不得不走下坡路。韩国政府和企业迫切需要慎重对待，必须最大程度避免在中美之间二选一。韩国企业它是反过来想说服韩国政府去进一步的对美国施压，去减少韩国企业的种种这种限制。那
而且韩国国内也有过报道，就是说，即使韩国企业不去按照美国的这个想法，不去填补美光退出来的这个份额，也会很快由中国企业去填补，这样到最后，得不偿失的就是韩国企业了。目前，韩国的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竞争力也堪忧。韩国央行25号发布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将202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原先的1.6%下调至1.4%。韩联社的报道称，韩国央行之所以下调今年 GDP 增长预期，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利率走高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持续乏力。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韩国已经连续1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创下26年来的最长纪录。以出口为名片的韩国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其中，去年6月，韩国对华贸易出现了27年零9个月以来的首次逆差。此后，除当年9月以外，韩国对华贸易更是一直保持逆差。今年前4个月的逆差已达78亿美元，占同期韩国贸易收支逆差的1/3，让韩国政商界对经济前景担忧加重。韩民族日报的报道分析称，从短期来看，对华贸易逆差的最大原因是半导体行业低迷，但从本质来看，问题并不简单。韩国除了半导体以外，在对华出口中，消费品的存在感几乎消失。韩国的代表性出口产品汽车、智能手机、电子产品等被质量适中、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取代。虽然食品和服装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但中国正在迅速追赶，前景并不乐观。韩国消费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滑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包括汽车，还有这个智能手机这一块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去年开始，韩国的整个国际收支，包括贸易在内的国际收支都在恶化。如果这个时候，中韩关系再出现一些不太好的一个趋势，影响到了中韩之间的中间品贸易，那可能会对韩国的经济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有韩国媒体分析认为，过去1年，尹锡悦政府拿着只画有美国、日本的指南针和地图进行外交，所以尹锡悦在访美期间对韩国企业在中美技术竞争和美国保护主义中所面临的困境一直保持沉默。尹锡悦过去1年在外交方面很忙，但每次举行领导人会谈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动摇外交原则，减弱韩国经济增长动力。韩国经济界担心，韩国将失去相关产业的发展动力和中国市场。韩国亚细亚经济的评论文章称，尹锡悦政府亲美外交的副作用和后续风暴严重。中国是韩国最大出口目的国，韩国总统大谈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其后续风暴不可小觑。韩民族日报称，韩国虽然最近与中国联系有所减少，但贸易依存度依然很高，在一些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必须在对华关系上有所准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韩国外长朴振在国会公开表示，期待尽快与秦刚会晤，但中国驻韩大使今天在接受韩媒采访时却直言，中韩关系现状并不好。您对此怎么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直言这个词啊，可以说用得好。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呢，他抵美伊始发表讲话，声称中美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那么这是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现状的直言。今天呢，邢海明大使接受韩媒采访时这一番大实话，也是中方对于中韩关系真实现状的直言评估。而且呢，邢大使并不讳言，接下来还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显示呢对前景也是不乐观。那么当下与未来都面临着压力与挑战，中韩关系确实出问题了，而且呢问题还不小。放到韩国外交今年大事不断的这个背景来看，这样一种问题感会变得更加凸显。现在韩国舆论场上的一个热议话题是，在总统尹锡悦应邀参加了广岛G7峰会以及同步进行的美日韩3边峰会与一系列的双边互动之后，韩国值不值得、应不应该成为G7的第8个成员，被各方持续讨论激辩。但是呢，话题参与者都刻意回避了一个信息，就是当年俄罗斯也曾经作为第8个成员加入，让G7扩增为G8。那么尹锡悦上周赴广岛参会，被韩国媒体吹嘘成韩国正在G7的舞台上成为所谓的自由之轴。
今天呢，韩国的国产火箭在多次延误之后发射升空，也让网友欢呼。韩国迈进了所谓的太空时代，也正因此，中韩关系的问题与挑战可谓是扑面而来。今天啊，邢大使也坦诚，中韩关系的严峻现状与恶化风险，相信韩国朋友也都能感受到。实际上呢，部分韩国人士他们现在不仅能够感受到，甚至已经在对此在进行命名了，将它总结为韩国外交的中国挑战，或曰是中国风险，并且呢，也在为此在积极寻找对策。比如韩国最大的媒体《中央日报》周三就特别刊发社评文章，标题是“既已巩固韩美日安全，现在呢应该管理好中国风险”，敦促尹锡悦政府也应该像美日一样来寻求与中国直接对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外长表态希望与秦刚会见，也是在回应舆论压力。实际上呢，在朴正表态之前，那么韩国副总理兼财长邱庆稿也在周一就明确宣称，韩国从未宣布过要与中国脱钩，也无意脱钩，不能将加强对美关系解读为忽视中国。对我们来说，对华关系仍然很重要。那么在您看来，韩国政府能够管控对华关系的这种风险与挑战吗？今天邢大使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啊，他说得很明确，他认为中韩关系出问题，其中的原因和责任不在中方。那么就韩国对外关系所出现的中国挑战，或曰中国风险呢，我个人认为就其根本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所反复告诫的亚太区内国家的选边站困境，他的一种极致的投射。因为韩国总统在中美之间近乎一边倒的站位选择，甚至呢还搞一些危险的配合操弄，那么这样一种风险和挑战被及时放大了，转而对中韩关系持续带来巨大压力。今天邢大使再次敦促韩方，希望韩国政府能够充分重视和尊重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外交红线。那么如果韩方执意对此冲撞挑衅，那么对中韩双边关系它的影响和冲击几乎就是颠覆性的。韩国总统在访美前后曾经多次就台海议题发声，或者是配合美方来喊话，那么这就是在挑动红线。月初，韩国驻华大使馆甚至向《环球时报》发出所谓的抗议信，抗议其社论无端指责韩国元首。对此呢，《环球时报》再发社评反驳，要求韩方来停止粗暴干涉媒体的独立报道，回呛激烈的情绪与逾越边界的言辞不应当出自一个外交机构。那么如此强度烈度的舆论战上的交锋，堪称是中韩外交关系底线与红线博弈的一种场景预演，也是另一种压力测试。那么能否化解外交上的所谓中国风险，应对中国挑战，这当然取决于韩国自身的抉择。但是有必要在此提醒首尔方面，那么这样一种风险与挑战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芯片领域，现在呢来得更加紧迫，也更加显著。如果应对不当，那么韩方将为此付出异常沉重的产业与经济代价。那么在芯片领域，韩方又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呢？我们知道，中方刚刚基于安全审查的结果，依法对美企美光公司的芯片存储产品实施封禁。那么在美西方主导的外部叙事中，那么中方最新的动作就是中美激烈芯片战的延续。英国经济学人25日的最新评论标题代表了该刊的一个态势判断 ：Asian businesses are being dragged into the chip war。亚洲商家正在被拖进芯片战。具体到韩国，它的选边站的困境呢尤其显著。用韩国知名媒体人李相烈在《中央日报》专栏文章的一个传神概括，就是这样一个扎心追问：三星和 SK 海力士谁来守护？美光产品退出中国市场，它去年在华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的竞争对手填补市场缺口的巨大机会呢？毕竟这两家韩企本来就是中国市场上的最大玩家，而且呢，中国市场还在以肉眼可见的增速在全面成长。但既然是芯片战，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霸权这只看得见的手。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现在呢，堪称是国会山反华派冲在最前面的大佬。
他3天前指名道姓喊话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三星、海力士不应该填补美光在华空出的市场份额，美国商务部不能允许在华外企从中获益云云。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吗？一直站台鼓吹尹锡悦内外政策的韩国大报《朝鲜日报》前几天也刊发社评文章，在对此吐槽中国开始反击美国的攻击，韩国半导体面临着艰难抉择。根据日媒的最新爆料，周五在底特律正在参加 APEC 部长会的日本经济产业相和雷蒙多将会大概率发布强化美日芯片合作的联合声明。我昨天也曾经在节目中评论，日方已经摆出美方制华战略急先锋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安全上如此，芯片战呢也已然。此前日方已经表态有意加码对美光公司的所谓产业补贴，那么此番联合声明更是明确，对华出口管制将会向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领域延伸，日美还将合作研发下一代半导体产品，这意味着芯片战再次吹响动员号。那么韩方又将如何抉择呢？安全考量会不会再次压倒所谓经济理性的考量呢？在韩国深陷衰退阴影，今年1%的增速都难以确保的经济重压之下，三星与海力士们的困窘与无力感将会越发铺天盖地，逃无可逃。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韩国政府派遣的福岛核污染水考察团于26号结束行程回国。此次考察被韩国舆论批评是3无考察。考察团团长有关此行将有助于韩方在福岛核污染水安全性评估方面取得进展的表态，更是引发了人们对韩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给日方放水的担忧。韩国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共21人，由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刘国熙担任团长。26号，考察团结束了6天的考察，返回韩国。刘国熙在飞抵仁川机场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场一一考察了该看的部分，并已向日方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刘国熙表示，考察团21号抵达日本，次日同东京电力、经济产业省等日方相关人员就考察细节进行了讨论。23号至24号赴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现场考察，在现场考察团确认了多核素去除设备、排放前测量核污水中核素浓度的 K4 储罐、输送设备、稀释设施、排放设备和监控室等。25号，考察团同日方再次进行了问答环节。刘国熙称，向日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今后需转运数10年的多核素去除设备的检查和管理计划等。考察团将尽快梳理考察内容并对外公布。刘国熙此前表示，此行将有助于韩方在福岛核污水安全性评估方面取得进展。然而，这次考察却在韩国国内遭到广泛质疑。22号，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在国会表示，这次考察是没有现场取样、没有公开人员名单、没有进行舆论验证的3无考察。在野党还批评韩国没有进行至关重要的采样，并且对日本拒绝采样表示理解，这使得考察团没有办法获得核污染水的第一手资料。连日来，韩国正义党等在野党及市民团体在首尔市议会前多次示威，表达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愤怒，要求韩国政府应坚决反对日本的做法。抗议民众指责韩国政府派出考察团是给日本送免罪符去的，这会让核污水排放更加合理化。 시차단을 파견하겠다라고 얘기를 했는데 시차단이 뭡니까? 조사도 아니고 시차? 그러면은 일본 도쿄전력에서 원하는 공간만 가서 볼 것이 뻔합니다. 하나의 생색내기다. 국민들의 그 믿음이라는 것도 확실치도 않고 조사를 한 다음에 일반인들도 어떤 생각을 하고 있는지 좀 의견을 많이 들어보는 것도. 面对质疑，韩国外长朴振却试图辩解称，考察团在现场全力以赴，贬低考察团的行为不可取。韩国总统办公室秘书长金大奇则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日本福岛核污水的安全性，那么韩国会直接接受或不会反对核污水排海。有分析称，这等同于韩国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是消极躺平。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福岛第一核电厂至今储存约130万吨核污水。日本媒体早前报道，东京电力公司计划最快7月后将经过稀释处理的核污水排入海。日本宣布要将核污水排入大海后，作为近邻的韩国当时的反应相当激烈，立即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还一度要研究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但随着尹锡悦政府上台并加速改善韩日关系，韩国方面对于福岛核污水排海的态度较文在寅政府进一步软化。韩国在核污水问题上的让步，其实是今年以来尹锡悦政府对日采取一系列重大让步措施的其中一环而已。韩国高层也有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半杯水盛满了，剩下半杯水得由日方来盛满。但是从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日方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打算，因为在日本看来，保持目前的强硬的姿态，可以换取韩国更大的一个让步，这是日方的一个心态。除了核污水，韩国在另一件更伤及民族感情的事上也面临妥协。据日韩外交人士25号透露，为配合参加美日韩等本月底在韩国济州岛近海实施的海上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拟悬挂旭日旗驶入釜山港。日韩两国政府正在就此展开协调。日本共同社表示，推进改善对日关系的尹锡悦政府意在培养两国国防部门间的互信。报道还称，韩国由于令人联想起军国主义，抗拒情绪强烈，时任文在寅政府曾要求克制悬挂旭日旗。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日本舰艇挂自卫队旗访韩参加多国海上军演的可能性，他表示，是否悬挂自卫队旗入韩，目前无法提供信息，但一国舰艇进入外国港口时，一般悬挂象征该国或军队的旗帜，这是全世界通用的惯例，是基于对等原则，对所有防扩散安全倡议成员给予同等待遇，适用相同准则。相关消息在韩国引发极大争议。对韩国来说，日本使用旭日旗的历史就是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历史，是对韩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侮辱。该旗在韩国又被称为战犯旗。2018年，韩国举行国际关键事时，日本要求悬挂旭日旗出席，遭韩方拒绝。日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在协商无果后宣布退出阅舰式。此外，美日韩三国海军2016年在韩国海域进行联合军演时，悬挂旭日旗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驶入韩国南部的镇海海军基地，也引起了韩国舆论的强烈反弹。最终，韩国总统府取消了各国海军军舰驶入济州岛举行军演闭幕式的计划。符合国际惯例，这个说法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要考虑到韩日之间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渊源。因为自卫队旗和旭日旗，虽然不能说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伤及韩国的国民感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对于韩国的国防部来说是一个两难的一个情况。